OK， 我们现在把它靠近它，正的连接。以后吧，对你需要激活传过来的时候，它里面有一些信息传到这边来，它的WiFi 已经连上了，所以呢，它是连 WiFi 连蓝牙去传输数据的。OK， 它这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激活，这个以后再设置，稍后再设置。我们直接从 iPhone 传输，现在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个 WiFi 是连上的啊，因为它对你的数据传过来的时候，你输入密码的时候，它会把你们的一些连 WiFi 的密码啊，都会传到这边来，然后自动会连上 WiFi 的了。OK， 我们直接从 iPhone 传过来好了。传了已经是半个小时了，这个东西还在这里正在设置苹果 ID， 应该是有问题了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打叉掉，退出设置，然后这边有没有退出来？先按音量加，再按音量减，再按电源键，但是这个要长按，前边的音加音减全部都是快速一按就松开。OK， 那我现在试一下啊，加减长按，哦出来了 ，OK， 我滑动它就可以关机了。现在已经重起来了，重起来以后，我要把我的6 Plus 要关一下机吗？还是放在旁边还没有出现要转数据的那个提示啊？您将您的6 Plus 也关机重启一下。也要关机重启啊 ？OK。对，是的。对，它如果让你，是对。然后就正在设置苹果 ID， 现在是卡在这里的，我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正常啊？对，您现在肯定会正常。网络一定不能断，网络断了这个就又中断，又得重新来。2台设备全部连充电器，网络连接不要中断，不要离开视线范围，就是不要离开2台设备的通讯范围。对，等它完成就可以了。OK， 现在可以了，现在已经跳过去了。启用定位服务，然后 Series 这个以后稍后再定设置。苹果共享暂时不共享，先继续等等，外观继续，正在传输。他说数据传输已取消，还原 iPhone 已重新开始设置，还原。出现这个画面，是要还原吗 ？iPhone 传输已取消，还原。对，它现在新的手机上面出现数据传输已取消，因为我旧的手机上面呢，在新的 iPhone 上面完成。您的苹果 ID 可用于设置新的 iPhone， 下面有个好是灰色的，但是新的手机里面说数据传输已取消，还原 iPhone 已重新开始设置，下面有一个还原的按钮。那应该是我们之前可能是进行到一半了，对，那您现在可以来进行这个还原。那我讲还原咯。还原它会出现一个抹掉 iPhone 并重新开始吗？它是这样的，那我要抹掉它。设备上的对吧？啊，新设备上面显示要抹掉 iPhone。那我抹掉它。对，那我对，可以。正在调查来进行这个问题的突破。不是所有设备都会出现这个问题，到时候可以看一下。等一下啊 ，OK， 正在设置语言。对。以前的旧的手机的密码了。iMessage 以后，苹果 ID OK， 我再传一下。一旦是开放也是新的页面，这个是使用分析，因为它现在它现在传在这边又是数据传输已取消哎。是数据传输已取消。对。还是这。又让你去还原是吗？对，又要我去还原。行，我帮你把这个情况做一个升级。就是用的是我们新款的手机，所以当前要解决的话呢，可能要把手机先激活好之后，更新手机的那个系统版本，更新完之后，然后再直接的去抹掉，重新的去用这个快速开始来传输数据的那一上。好，我现在开机了。现在是手提密码。手动设置，继续。不用传输 Apple ID 跟数据是不是？选那个没有 Apple ID 选项，然后有个手动设置 OK， 不使用 OK。对。请继续 OK， 是稍后设置了。下面屏幕不共享先呢，外观都可以的，对。继续，欢迎使用 iPhone 出来了，向上扫 OK 出来了，通用啊 OK。2.1的一个版本。对，我们现在是14.2.1一个最新版本的了，然后把它进行抹掉，
就是还原以后抹掉所有的抹掉 iPhone。好，重新启动了，我们看看这次能不能成功。OK， 出现 Hello， 我们现在给它进行设置。OK， 中国大陆设置语音后，我们在这边点继续，然后让它copy过来，快速开始，继续。好，出现这个。以后，这也是稍后函数，同意，请用定位服务，稍后设置，先不贡献，继续。好，现在开始从这边传输了，15分钟了，在这里显示传输已经完成了，啊，已完成恢复 ，OK。它的 APP 或数据将在后台继续下载，所以我们的 APP 看到的应该都是还没有下载完的啊。OK， 没有装卡没问题，现在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啊。但是另外一些以前手机里的 APP 呢，这是以前的画面，装完以后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。你看这些都是差不多一模一样吧。这是插着 iPhone， 这是插着 iPhone 不同，这个图标不一样了。但是这些 QQ 啊、小米呀、还有阿里巴巴呀这些，都在等着下载。对，它的 APP 装的不是很多，这里多了一个翻译，这边也是在等待下载。OK， 好，这个手机就装回来了啊，这个手机装回来了。中间过程呢，可能就是它的系统有问题，14.2.1。那这个系统呢，当初我们是装上是14.2，但是同步过来的时候就卡在那里不行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打电话给到苹果的客服，客服就是说要我们先不要直接传，先把手机用正常的，就是说不用传数据，直接先把它激活，激活以后再把它系统更新到14.2.1，这以后再给它抹掉以后，再把它重新从开机状态从黑洞那边把数据转过来，就是要把系统先升级以后再重新再传数据，这样就过来了，就没问题了。试了好几次都开始都不行啊，就是先直接抹掉也不行，一定要把系统升级以后再去抹掉，这就可以了。之前我发了一个视频，就是很多人在问，你这个传那个20个 G 要花多长时间呢？其实我这个手机旧的手机，这个是20个 G 来的，用 iPhone 6的64 G 的，它里面的内容数据有20个 G， 然后传过来那边呢大概就要17、8分钟就传完了，它不到20分钟就传过来了。当然传完以后，并不是所有的 APP 还有那些数据都已经下载下来，它就是你传完以后，手机里的数据传完以后，它 APP 还要通过网上去，下载自动下载啊，自己会安装的。就是你打开手机后，它都会自动安装，它就可以。当时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一些图标都是灰的、黑的，还在慢慢等大家下载的。另外还有说需要连会不会浪费很多流量啊？这个是通过 WiFi 传过来的 ，WiFi 加那个，因为你。不管你怎么样，你一定要激活 WiFi 或者说流量什么来的，它因为要激活你的苹果 ID， 激活苹果 ID 后之后再进行那些APP 的下载，这些肯定是要流量的。但是如果你 WiFi 最好用 WiFi 下面去操作，也速度也会快很多。如果是没有 WiFi 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有点问题的。WiFi 它怎么传到新手机的？就是你刚刚用旧手机扫描到新手机的那个像云盘一样东西的话，它就会把那些数据传过去，然后它的 WiFi 那些密码它都会在这个手机上，在新的手机里面会自动生成，然后它会自动连上网。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通过 WiFi 同一个 WiFi 里面去传数据，这个速度就会很快的。OK， 好吧，今天的新手机传数据碰到的问题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希望有东西可以帮到大家，这样的话大家参考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去处理了。OK， 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对了，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视频有帮助的话，不妨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，同时希望你们1键3连给我们一个小小的鼓励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